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关于你们自身所隐藏的一些天赋和能力，你们未来可能会从事怎样的行业？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第一组牌就是皇帝。皇帝的话，年轻的身体里面住着老灵魂，你们的思想深不可测，脱离了某种低级趣味，并且思考问题会非常的长远，思想超前且非常成熟，面面俱到。你们自身的这种成熟的性格和思维特质啊，能够让你们很容易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而且一般人看不透你们，就是会觉得你们身上有一种神秘感，有一种忧郁的性格底色，非常有智慧，善于观察和总结规律啊。所以说，因为你们比同龄人思想更为成熟，所以也可能更容易在一个团队当中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很强的号召力。或者在一个集体和团队当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非常的靠谱，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第二张牌是星币5啊，我觉得你们的身上可能天然的会比一般人更加的关注苦难，而且你们的性格里边可能会有一种独来独往的感觉，就是这种孤独也会赋予你们某种忧郁的气质，也成就了你们身上的这种无与伦比的自律和自我要求。而且你们的人生会在惊艳所有人之前，在出现在所有人的视野之前，你们可能会一个人在黑暗当中孤独的战斗很久，所以你们的身上会汇聚很多的戏剧性。这种戏剧性当中有悲剧，有跌宕，意料之外和情理之中，也有不屈的努力，热爱的纯粹，从始至终的坚持，甚至是绝地逆袭的神话，都是在你们的命运的剧本里边的。所以你们的人生非常的独特，关于你们命运的剧本啊，这组牌我的感觉就是你们是注定要走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的。所以星币5的话，你们的人生轨迹也是和绝大部分人不一样的，是格格不入的。你们的人生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对标和参照的，需要靠你们自己去摸索。但是呢，我从这组牌里边其实也看到了你们在性格层面上有着一种更为坚韧的生命特质，不会轻易言败，有着自己非常独特的人生哲学，就是你们内心有着非常稳定的精神内核，不动声色却又坚韧异常。宝剑9呢，我觉得你们这组牌的话，抽到这组牌的你们有着很强的共情能力，就是天然的会关注这个世界上的弱势群体，也是有着一种朴素的正义感。宝剑9就是你们的这种共情能力会让你们很容易感知到别人的痛苦啊，这会带给你们一种非常谦卑的性格特质啊。可能你们自身的条件并不差，但是你们并不会因此而居高临下。你们身上有着一种能够体谅和对于这个世界苦难的感同身受啊，所以说你们是有着很强的人格层面的亲和力的，你们内在的敏感会让你们拥有一种非常细腻的情感，这种情感可能会带来一些创造力，让你们创造出打动人心的作品。因为你们身上对于他人的感受和情绪有着极高的敏感度和辨识力，能够以很快的速度深度的共情他人，并且能够迅速的理解和分析对方的内在状态。因为你们身上的这种敏锐的情绪共情能力啊，可能够让你们很快的取得一个人对你们的信任和依赖，所以你们未来从事的工作会涉及到慈善、公益、心理咨询，你们有着一种治愈人心的力量。当你们意识到你们拥有这种力量的时候，你们还会不断的反省和告诫自己保持谦卑啊。愚人牌的话就说，它代表的是你们身上有一种天然的崇尚自由的、不受束缚的精神内核。你们永远不会把自己的命运依附于某个人、某个地方、某个公司、某个组织，或者说某个项目。你们永远是独立的，至少在精神层面是独立的，永远是自由的。而且因为你们这种自由的精神内核啊，可以让你们很自由的切换身份，拥有很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你们未来会追求一种自由的生活和职业，而且因为你们这种自由的精神感知力啊，你们的思维能够跳出常规，领悟到世界和万物的自然规律，并且看到问题的本质。它是一种既能出世又能入世的能力。入世就是你们能够拥有一切的魄力，但是当你们想要出世的时候，你们也拥有那种放下一切的洒脱。你们的人生是先入世后出世。所以我觉得这种能力和心态的话，你们的身上是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洒脱和智慧的。你们向往自由，讨厌教条主义啊，你们会逐渐的把自己变成一个体验派。结果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你们追求的是过程，在过程当中所获得的美好的体验。星币女皇呢，我觉得你们身上的这种潜力和天赋源自于你们在性格层面上是向往自由，但是同时你们又非常的稳重和踏实，因为你们知道想要得到你们所向往的自由，必须有非常扎实的经济基础，才能够决定未来的上层建筑啊！你们懂得克制和积累资源，有着很强的财商，而且星币女皇你们身上可能会有一点那种工作狂的特质，就是一旦认定了某件事情就会全力以赴，一旦下定决心就会变得非常专注，是一个长期主义者，坚信长期主义的力量，有很强的业务能力、工作能力，不会赚快钱，不会走捷径，但是你们的人生会是一条稳定向上的曲线。星币二的话呢，它其实是一种资源整合、触类旁通的能力，就是你们能够把两个看似不相关的事物联系到一起，有着非常强的这种思维发散的能力，并且能够敏锐地发现一些商机，善于去做一些资源层面的整合。所以这组牌的你们其实是有很高的财商的，并且有很强的执行力，思想深刻且富于洞察力，可能会早早的就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并且在你们的人生里边，你们是不缺钱的，你们有能力赚钱，也很会花钱，会去享受人生和体验人生。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第二组牌的话，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 Healer 啊，我觉得这组牌可能和第一组牌有一些相似之处，就是这组牌的你们呢，其实是一个心灵疗愈师，又或者说是灵魂摆渡人。你们的存在是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因为你们有着很强的同理心和共情能力。你们能够某种层面上能够猜到别人的心思，去说他们想听的话，善于运用语言的艺术来疗愈、慰藉别人啊，就是你们身上有着一种很强的情绪感染力和疗愈力。你们擅长表达交流，擅长感知情绪的波动啊。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学会如何穿越痛苦，并且学会从痛苦当中回收能量，不断的自我疗愈和成长。所以说你们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师、疗愈者、塔罗师、灵修者，或者说拥有某种宗教信仰。你们能够运用语言和肢体的艺术缓解别人的焦虑。那么 Trust 这张牌呢，我觉得就是你们天生拥有一种能力啊，能够在短时间内就取得别人信任的能力。你们很容易会得到别人的信任和依赖，但是可能你们自己的内心警惕的像一座堡垒，很难彻底的打开自己。但是你们能够让身边的人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让他们对你们敞开心扉，你们拥有这种能力啊，你们的情绪感知力就像是一把钥匙一样，能够打开别人内心深处的世界。但是你们可能会对就是自己的世界守口如瓶，讳莫如深。第三张牌是 Study 啊，你们有着很强的极强的学习能力啊，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但是这个的话呢，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吧，就是因为你们的这种很强的学习能力啊，让你们能任何行业和领域都能够很快的上手啊，很容易3分钟热度。所以你们的人生是在不断的探索和体验当中前进的。这组牌的你们会被自己内在的某种好奇心和探索的欲望所驱动啊，有着很强的可塑性。你们的人生有着巨大的成长空间。你们可能会着迷于一些有关于人生意义的非常深刻的哲学问题。你们相信人生的任何阶段都需要去从生命本身学习。你们会永远好奇，永远被
生命的那种曲折的历程所迷住。所以你们在人生当中可能会列一份好奇清单啊，去不断的尝试那些新的可能性，允许陌生的体验冲击你们原有的认知。不管是观点的冲突还是审美的差异，你们会尝试的在去接纳发生的一切，去拥抱它。你们整个人会变得越来越开阔、包容、兼收并蓄。所以这组牌的你们会保持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啊，就是你们会突破对问题的单一认知，不断的找到新的理解方式，然后不断的去体会那种无限种可能性和多元的价值。你们整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越来越理解这个世界，也越来越理解你们自己。而且呢 Time to Decide 这张牌我觉得是你们自身的一种天赋和能力吧，就是一种决断力，杀伐果断，及时止损。你们在别人眼中可能是自我的，甚至有一点任性，但是特立独行，自成一派。而且呢，你们越是练习那种决断的力量，你们就越善于去运用它。这种及时决断的能力和你们自身的行动力，能够释放被抑制的焦虑，能够让你这种冲动赋予你们生命力。所以说你们很有可能是火象星座，狮子座、白羊座或者说射手座。你们自身的这种忠于自我的这样的一种特质，会让你们涉及到多种多样的领域。而且呢，这个领域它一定是有关于自我表达的，可以是体育、舞蹈、作曲、表演，也可能是心理学或者说客户关系。所以说抽到这组牌的话呢，我们这张 leadership 啊，就说明你们身上还有一种非常罕见的领导能力。你们拥有强烈的上进心，精力充沛，是天生适合在舞台上去表演的。你们身上的这种领导力会让你们拥有非常强的这种社会凝聚力和极强的号召力。你们身上的这种情绪是能够轻易感染到别人，并且让别人让他们来自愿的追随你。所以你们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去扩张自己的人际关系网，不断的去结交一些和你们平等的伙伴和朋友，甚至是向上社交，能够通过在建立人与人连接的过程当中互相激励、陪伴和帮助，而不是被消耗和被索取。这组牌的你们有着很强大的自我意识啊，就是你们很适合自主创业，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你们讨厌被束缚、被捆绑、被异化、被工具化，所以说对你们来说，自由是非常珍贵的。你们身上所拥有的自由感就等同于安全感。你们的职业的这种安全感取决于你们的独立性、弹性的工作时间，包括一种强烈的信念，以及你们做的这个事情它是否能够给你们带来一种冒险的感觉，才能够让你们不断的突破自己的能力边界和认知边界。 Travel 这张牌呢，我觉得就是你们的人生啊，在不断的旅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不断的探险，不断的体验，不断的探索的过程当中，你们会越来越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你们笃定坚信的一点就是，没有什么人或者说事会踏雾而来，你们喜欢的风景要自己去看。这种特质的话，可能就能够让你们比一般人体验到更多人生美好的风景。你们更多的时间是在路上的，不断从一个地方去往另一个地方。所以你们人生的关键词是旅行、冒险、自由、创作、体验还有学习。其实灵活性才是你们真正的资产啊！要从事有灵活性的工作，有冒险经历的活动，弹性的、自由的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然后不断的去探索。包括你们自身的这种体验和感受啊，它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让你们有更加强烈的表达欲。在语言和交流上面，你们也非常有天赋，可能会成为一个能够讲故事的人，某种作家、内容创作者。这个 Animals 呢，我觉得它也是你们自身的一个隐藏天赋吧，就是很招小动物的喜欢的这种体质啊，你们自己也非常喜欢小动物。你们内在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和力，无论是人还是小动物，你们都可以轻易的在短时间内和他们成为朋友。那么最后我们抽到的这张 Artist 啊，这张牌对应的是你们自身内在有着非常敏锐的情绪觉察力和洞察力，能够让你们拥有非常强烈的创作能力和表达欲啊，这可能会让你们在某个领域当中
成为一个艺术某种内容的创作者，你们对于美也有着天然的感知能力，就是会很擅长于从事那些有关于美、有关于创造类的行业和活动。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第三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个宝剑骑士，你们就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头脑非常的清晰，思维严谨冷静，而且喜怒不形于色，有一种超出你们年龄的这种智慧吧，头脑非常发达，很善于权衡利弊、分析决策，善于收集信息，而且能够不断的打破自己思维层面的束缚和禁锢。就是你们的身体可能会比头脑慢，你们的思维想法非常的活跃，有的时候这种念头会一闪而过，你们需要有意识的去把这种思维层面的活动记录下来。第二张牌是教皇牌啊，教皇牌其实对应的是你们自身内在的能力，或者说隐藏的天赋，其实是你们非常善于解决问题，能够灵活的运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去解决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而且你们拥有很强大的思维能力，往往能够让你们在这种困境当中找到出口和突破口。你们有很强的判断能力，能够一眼的指出问题、解决问题、分析问题。因为这种思维能力，你们就是能够比别人更快的一眼的看到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其本质，并且预测一些宏观事物的这种发展的趋势啊。所以说你们其实是很适合去做一些高端的商业咨询，你们有很强的认知能力啊，在思维层面上其实你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啊，能够纵览全局，善于思考宏观的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其趋势，并且有很强的这种归纳和整理能力。那么圣杯一呢，我觉得就抽到这组牌的你们是有着非常旺盛的想象力的，而且你们可能会在某些艺术创作设计的领域很早展现出过人的天赋，而且呢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欲望想要表达自己。你们可能会把自己的想法、某种创作意图封装进某个具体的产品或者说作品语言当中，然后把它们传播出去。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可能要去了解一下传播学，或者说你们未来的这个事业发展会涉及到传媒领域，就是把你们自身的想法和才华通过某种特定的方式展示出去。你们的想象力是很跳跃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会带来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正义牌呢，就是你们天生有一种正义感，渴望和谐的人际关系，并且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啊，就是你们拥有这种非常朴素的正义感，有一点像是那种网络警察吧，就是任何不公正的事情你们都会出一份力，发一片光，不遗余力的支持和帮助那些社会的弱势群体啊，就是你们有很强的良知和正义感。所以说你们未来也可能会涉及到这种有关司法公正法律的这个层面和行业。这个世界牌的话呢， The World 世界牌，其实我觉得它预示了你们未来的事业发展的上限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你们天生有着很大的格局和野心，就是你们的命格可能是那种能成大事的类型啊，有一点英雄主义的感觉。而且呢，世界牌的话，你们可能这组牌会非常热爱旅行，或者说有环球旅行的冲动和想法。这个魔术师呢 ，Magician 啊，你们必然会站在一个行业的顶端，成为一个领头羊一样的角色啊。隐士牌的话呢，就是你们在出人头地之前，可能会先把自己隐藏起来、蛰伏起来，会经历一个很漫长的冬天，在这个冬天里边不断的隐忍、沉淀、打磨自己，然后才会在自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星币一的话，暗示着你们自身有一种敏锐的意识啊，能够发现这个世界的某种商机，并且把这种机会放大。
因为你们有着非常灵活的头脑，所以你们其实是比较适合做生意的，比较适合经商，学习一些商业知识，能够让你们非常敏锐地发现商机，并且从中赚到大量的财富啊！你们擅长做资源整合，擅长赚信息差的钱，因为你们有着非常灵活的头脑，要善于利用这种头脑，才能够让你们摆脱这种日复一日的劳动。因为你们是靠脑子吃饭的，所以说你们擅长以智取胜。你们要从事那些门槛很高的行业，这就能够发挥你们高智商的优势。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给自己贴标签，也不要限制自己赚钱的门路，要把自己的思路打开，什么都可以尝试一下，什么都可以做一下。因为你们很有可能就是一旦能够抓住某个机会啊，这个世界牌一旦能够抓住某个世界行业发展的趋势风口，就会在短时间内暴富，可能在2-3年之内就能够实现财富自由。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